彩，生命因为未知而期待。风雨兼程也是一种精彩。转过身来，爱一直都在，那些关怀在夜里温暖着胸怀。穿过人海，爱留下来，越来快乐，是因为看见别人愉快。20, 25, 30. Stop CPR. Check rhythm. Asystole. 小钟，你不是说你要追我的吗？怎么说话不算话？醒过来啊！我求求你，你不能死啊！你还欠我几个考给？你不醒来的话，信不信我打你啊？心里，别这样，月霞真的累了，让她走吧。有心跳了。Check pulse. Pulse present. 继续跟他说话，快！小钟，你加油啊！撑着 ，brother， 快点醒来！你醒来！你听我们说话吗？说，你醒来啊！弄小我。哎，佳子啊，我们想探望 Mr. 谢。不行，不能插队。你看到这么多人在等着看他们。告诉你们个好消息 ，Mr. 谢已经脱离危险期了，你们可以轮流去看他。耶！做人做到这样也算值得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向 Mr. 谢看齐。从今天开始，他就是我的偶像。我们一起努力。那还不赶快回去工作，晚一点再来吧。Yes, sir. 怎么不吃？没胃口啊？累。这几天就像坐过山车一样，当然累。幸好你坚持不放弃 ，XYZ 才可以及时维修。这不关我的事啊，是他自己命好。其实你们两个一起经历了这么多，也算是生死之交。咖啡来了。哎呦，你看这护士长调戏人家老婆，活该被捅。不死都应该把他关起来。还长得很斯文哦。最怕就是这种人，人面兽心，衣冠禽兽。说够了没有？又不是说你多管闲事。你们在这里散播谣言，我可以告你们诽谤的。喂，我们没有乱说，报纸这样写的。就是啊。我以人头保证，这一位谢耀宗先生绝对不是这种人，事情一定会查出个水落石出。真的吗？BB 已经恢复正常，他算是脱离危险期，不过还需要一段时间观察。Thank you. 还有，凡事都要顺着我，要不然的话，我随时走人。伤成这样还能开玩笑？我先出去，有事叫我。Thank you, Alan. 终于来看我了。
抱着灯这么大，不来不好意思吗？照片好看吗？还好啊。 Nice。可是标题不是很好哎，说因为你想调戏女人才会被刺伤的。算了，不解释啊？如果我解释，你会相信吗？我相信啊。 你笑了。痛什么？啊，好的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笑啊！陈仁初，我们有话要问你。我没有空哦。仁叔，你们不要再缠着我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他又打你了？不关你的事。我知道你在维护你先生。我没有。你跟警方和记者说，因为谢耀忠调戏你，你丈夫才会刺伤他。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你知道做假口供是有罪的吗？事实的确就是这样。请你还他一个清白好不好？他的确是想调戏我。那你口中调戏你的人，你知道他是个怎么样的人吗？你到医院去看看吧，多少受过他恩惠的人，正在排队等着看他。他现在躺在 ICU， 生死未卜，你忍心让他背这个黑锅吗？是他自找的，我没什么好说的，你们走吧。还在生我的气啊？没有啊。那为什么打电话发简讯给你都没有回应？最近比较忙。对了，Mr. 谢已经度过危险期了。我知道，我刚刚才去看过他。一起吃晚餐好吗？我今晚没空。那你什么时候才有空？接下来比较忙。你怎么不骑脚车了？不是很方便，比较少用到。对了，还你。既然这么少用到，我不想它生锈。送出去的东西就是你的，不能退回。好吧，随便你。那我先走了。有了。你是不是因为上次我不借钱给你的事，所以才开始疏远我？其实你可以找时跟他老板谈一谈，说不定他可以通融。谢谢你的建议，拜拜。哎，你有没有听说啊？这家医院的护士长调戏女人呢？啊，哎，这种调戏女人的男人真是罪该万死。是咯是咯，真是的。不，他没有调戏女人，
他不是那个受害者吗？啊？那个护士长还好吗？谢谢你关心，已经度过危险期了。看来我的猜测是对的，你肯来看他，就证明他并没有调戏你，也证明你是个有良知的人。我这几天都睡不着，吃不下，心里也真的很过意不去，我快撑不住了。那就把真相说出来吧。那天我先生向我要钱，我们就吵了起来。1388，钱在哪里啊？你跟老婆要钱，要别的女人，你还算男人吗？回来啊！今天不给我钱，我就打死你啊！有种你打，你死良命！不要以为你怀孕了，我就不敢打你啊！喂，你干嘛你？没事吧？哎，你是谁啊？我跟你讲啊，如果你再打的话呢，我报警啊！没事吧？喂，你把钱还给我，还给我，你还给我钱！才被刺伤的。对不起，打扰一下，我是《金日报》的记者，你刚才所说的我都听到了，能不能跟你做一个专访？这不是我安排的。我刚才是乱讲的，我求求你不要乱写。他这么对你，你还保护他，你觉得这样做是对的吗？可是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我不想他一生下来就没有爸爸。他明知道你怀孕，还对你拳打脚踢的，你还指望他要负起当父亲的责任？留在他身边会有幸福吗？就算他是你丈夫，你也不应该包庇他。来很久了。我刚到啊。我来吧。你今天不要上班吧？我请假了，可以吗？你突然间对我那么好，真的有点不习惯。干嘛？你想念我打你的日子啊？你想打的话呢，就尽管打，反正我的命啊都是你捡回来的。好啊，那就等你出院的时候我再打吧。哦，那我宁可躺在这里了。你知道吗？当我的心跳停止的时候，我看到什么？看到一个天使。真聪明。本来呢，我是要跟着天使走的，不过我仿佛听到一个人在呐喊我的名字，所以我回来了。都是为了你。我放弃了跟天使上天堂的机会。真的很可惜啊。为什么不跟那个天使走啊？还回来干什么？你舍得吗？当然舍得啊，开心都来不及了。睁着眼说瞎话。那天明明我有听到一个人在那边呐喊：“谁要走？你不要走，回来！”没有啊，我要吃你的 cupcake， 让你回来追我。没有啊，你听错了。你不要耍赖 ，ICU 的人呢都可以作证的。Sister， 哎，我的证人来了。老大，有好消息要告诉你，丽亚呢已经把整件事情经过告诉了记者，很快就可以还你清白了。切，这算是什么好消息啊？我从来都不在乎人家怎么看我的。这不是好消息吗？那什么对你来说才是好消息啊？比如大姐找到新的 boyfriend。我不叫要死，我叫要揍。
你进展得很好，很快就可以转进社区医院，不久就可以康复了。我买你爱吃的豆花，你尝尝看。再吃点。怎么了？不合你胃口啊？那你告诉我你想吃什么？我知道你想回家，可是以现在状况，回了家没人照顾你，社区医院能让你更快的康复。小姐，我打包的好了没啊？等了很久耶。对不起，不好意思。不赶时间啊。哦。老板娘，我来帮你。不用了，我还应付得来。别逞强了。我要一包辣椒。等一下。没问题。来，谢谢，以后再来。谢谢。请问你要吃什么？我要一盘叉烧饭。好的。哦，原来这个摊位你也有股份。别开玩笑了，我只是来帮忙的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其实这个地方还蛮难找的。来，谢谢。原来这些人都是你叫来的？不是啊，我哪有这么大的面子啊？碰巧遇到罢了。哦。嗨，佳子。你想吃什么？鸡饭2个人吃。没问题。哥，他们来支持你了。谢谢。来。你还说这些人都是你叫来的？我只是随口说说，谁知道他们真的跑来了。我要烧鸡，我要白鸡，我要鸡饭。排队呀，生意很好。谢谢你们的支持。生意不错啊。老板，我正好有事要找你。哦，好啊，先给我来一盘鸡尾饭吧。没问题。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你帮我盛汤吧，谢谢。老板，你的鸡尾饭来啦。哦。不用了，请你吃的，谢谢你的通融。不行，你开门做生意怎么能够不收钱呢？来，拿着。谢谢。老板，欠你的2000块。不用了。为什么？我们不是欠你上个月的租金吗？有人帮你们还了。啊？谁呀？我答应了不能说，你别管怎么说，好好做生意就是了。哦。不好意思啊，你再等一下，投手就快来了。还要等多久啊？我赶时间，不然不要了。哎，不如你先坐一下，我送过去给你。不要动，让我来。大师傅终于出现了，别砸了我招牌，走开。
送去给客人。老板，给我一盘烧鸡饭加饭。加饭多5毛。开张大优惠，加饭不用加钱。什么不用？你不用钱的。反正有些人要求少饭，就拉长补短吧。你没经过我同意，你搞什么开张大优惠？做生意要看长远，小财不出，大财不入。关你什么事？你凭什么教训我？哥，你跟佳子讲话要客气一点。要客气也是对你啊！要不是你，我今天哪里可能站在这里开档啊？我只是出力，出钱的人是他。不是我，我没出到半分钱。真有你的，做好事不张扬，我最欣赏你这种人了，可以当我妹夫。拿去吧。我真的没帮你们还租金。我知道，为善不为人知是蒙面侠的精神。看来Mr.谢对你的影响还蛮大的。好，我承认有些人是我叫来的，因为今天你们第一天开门做生意，我担心没有人光顾。谢谢你的用心良苦。这些钱你先收着吧，其他的3000块我迟点再还你。相信我，真的不是我帮你们的。我原本是有这个打算，可是老板说已经还清了。我知道是因为你不想收我的钱，所以才不肯承认。之前我还以为你不肯借钱给我，生你的气。哥，我来帮你吧。不用了，吃饱了没？还没，不过我不饿。看你是蛮坏的，现在都几点了，你还不饿？老板，给我一盘鸡腿饭。不好意思，卖完了，明天请早。哥，不是还有一只吗？那是我特地留给你吃的。不用啦，就卖给人家吧，别让人家白跑一趟。收摊后，我们去吃云吞面，再一起去看大嫂。好，就听你的。Mr. Deng， 最近你觉得怎么样？还有没有跌倒呢？有啊，不过不是很严重。还会不会很疲倦呢？有时我坐也很想睡觉。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我的手很僵硬，很酸痛。我帮你检查一下。我们开始啦。很痛。这样呢？痛，也很痛啊。你的手真的很僵硬，早上应该是很难起床吧？是啊，你怎么会知道？你放心，我会回去和医生反映你的情况，看要不要增加你的药量。我现在给你抽血回去检验。Mr. Deng， 你一直在咖啡店等你儿子回来也不是办法，万一发生紧急情况的话怎么办呢？我有他的手机号码，不过不可以随便打给他。喂，洛恩。冯大江。在等德士啊？嗯。这里很难等德士的。啊，我的摩托车就在上面。这样吧，我载你一程。啊，不了，谢谢你，我可以打电话叫德士。干嘛浪费这种钱？我送你就好了。不了，坐摩托车太危险了，人包铁。再说，我也不喜欢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人家手里。那好，随便你吧。不过这里真的很难等德士的。祝你好运啊！你好，我想找冯金莲，是爱德医院派我来的。怎么换人了？之前那位明星放产假，从现在开始由我代替他。啊，那进来吧。明熙啊，我好像认识你嘞。啊，我也认得你了，你是在医院的餐厅卖面那位阿嫂，怎么不卖了？
哎呀，我得了糖尿病啊，我弟弟叫我不卖啦。姐，我回来了。哎，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会在我家？我是来做居家护理的啊。早知道这样，你应该带我顺风车吗？我如果带你顺风车的话，可能来不了了。咦，你认识他？姐，只要在医院卖过面，肯定会认识他的。啊，我先把东西拿去厨房了。我这个弟弟呀，就是为了照顾我，要不然啊，早就结婚生子了。我们开始做检查了，我帮你验一下血糖。哇，血糖15，很高啊。我们开始清洗了哈。好了，谢谢。姐，干嘛厨房里还有那么多药？还有，这药不是应该放在冰箱的吗？这些是胰岛素，你确定有按时打针，1天3次吗？我只是下午那一针没有打而已。难怪你的情况没有进展。姐，你干嘛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啊？我以为少打一针没关系嘛，省得你每次回来帮我打针，而且啊可以省一点药钱呐。这样吧，我把你们的情况告诉医生，让他给你们换另外一种药，1天只需要打2支针，口服的药量呢也要调整，这样你弟弟就不用赶回来了。谢谢你啊，你真的是功德无量。你只要按时让你姐姐吃药、打针，还有定期帮她验血糖。姐，听到没有？知道了。一定很重吧？让我帮你拉吧。不用了，谢谢你。不用送了，我真的不好意思的。其实我跟你下来，是想向你道歉。道什么歉啊？你有没有得罪我？我在医院卖面的时候，对你的态度很差。怎么可以怪你呢？其实是我自己态度也有问题，我太挑剔了。哈，那我们算扯平了。那你现在在哪卖面啊？我早就不卖面了。不过，你真的想吃的话，我还是可以煮给你吃的。不了，谢谢你。坦白说啊，你卖的面水准落差很大，有时候真的很难吃啊。我是看心情的。难怪你卖不下去。我本来就不是卖面的。你卖什么？我卖脑。我只听说过卖身、卖笑、卖手艺，没听过卖脑的。我是一名材料估量师，这算不算卖脑？不像啊。我知道，我看起来没脑吗？是你自己说的，我没这么想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你没穿制服，我也看不出你是护士啊。你要去哪里？去找一个病患的家属。在哪里？让我送你去吧。你约我坐你的摩托车？不了，谢谢。告诉你，我是一个死心眼的人。刘备三顾茅庐，我只邀请你2次，还有1次机会。下一次你一定要坐上我的摩托车。可惜你不是刘备，我也不是诸葛亮。谢谢你。邓晓峰先生。啊，什么事？我很忙的。那我长话短说，我是你父亲的居家护理护士。我觉得你父亲不适合待在咖啡店里，应该找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，让他好好休养。你讲很容易啊，哎，我也是逼不得已的。为什么呢？我爸的情况你最了解，如果让他一个人在家里，万一发生什么事，那不是更危险？或者你可以请女佣照顾他。也要请得到还行啊，现在有很多女佣都不愿意照顾老人家了。也许你可以和你的家人或者兄弟姐妹商量一下，请他们帮忙照顾。我也想啊，我那唯一的妹妹也因为害怕照顾她，都已经移民了。不然我请社工帮你安排，让 Mr. Dan 住进疗养院。住疗养院不用钱啊，哎，比起我那个妹妹，我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。哎，你如果真的担心我老爸，就常去看他。请你等一下。有什么事？我想请问你，你小时候
父母亲是怎么照顾你的？他们有没有因为工作忙而把你们丢在咖啡店呢？Mr. Deng 肢体僵硬，容易疲倦，他的病情有恶化的迹象。你跟病人家属谈过吗？他儿子说无能为力，不过我认为他目前的情况应该得到更完善的照顾。或许我们能帮Mr. Deng申请日间疗养托管中心。我有提过这个建议，可是他好像担心费用的问题。你放心，我会亲自跟他儿子沟通，我相信一定能有解决的方法。希望如此。如果他儿子不是因为弃养父母，而是因为经济上的问题无法给予最好的照顾，能够向有关部门申请津贴。田社工，谢谢你了，这件事情就交给你。没问题，你真的很热心，很为病人着想。这是应该的。好，处理。慢慢来，要有耐性，不要轻易放弃。还多久？这主要看个人的意志力。今天主要是测试你的进展情况。我能像以前一样吗？你别心急，能恢复50%已经很不错了。陆军，梁医生，这么巧？哦，我来这里探望朋友。你看你又叫我梁医生了，我都没叫你 sister。不好意思，都习惯了。最近你都很忙啊，总是来去匆匆的，想见你一面都很难。是真的很忙。再忙也要吃饭的。哎，这样吧，今天晚上7点我去接你，我为了你买辆新车了。今天晚上不行，我要上课。那明天呢？明天我约了我大姐。那后天吧，或者大后天，我都可以等你的。不用等我了，梁医生，不要浪费时间在我身上了。陆军，我不会觉得浪费时间，我真的是诚心诚意想跟你在一起的，请你相信我好吗？你的脚，我自己不小心拐了一下，你是的，又不关你的事，为什么说对不起啊？我今天啊，熬了鳕鱼粥给你吃。算了。嗯？会不去了。那，你千万不可以这么想。你忘了之前你连说话能力都有问题，现在已经可以开始说话了。所以呢，你要积极的做复健，很快就会好起来，可以走路了，跟以前一样。加油！一强，怎么了？妈，怎么突然间出现的？从今天开始，我会在这里当义工。真的吗？那我恭喜你了，终于找到精神寄托了。哎，让我来。好。
以前是你照顾我女儿，现在轮到我来照顾你了。来，我不值得你们对我好，是我出轨，背叛洛君。其实我也猜到了，洛君啊，你真的打算一辈子照顾一个瘫痪而又背叛过你的男人吗？你看你的脚，所谓少年夫妻老来伴，不是绊倒的绊。我现在是他救生圈，如果我不帮他，他会沉下去的。要不是他中风，事情就好办多了。人呐，很多时候都会被情义2个字拖累的。对了，刚才我碰到梁医生了，他托我约你吃饭呢。妈，不要答应他，你不要再做这种事了。你不觉得可惜吗？梁医生可是个大医生，大好前景啊。感情是不能用条件来做衡量，我对他没有感觉。这是你的终身大事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。哥，哥，什么事啊？你怎么又偷懒没去开档啊？谁说没有？今天啊，一早就卖完了。来，过来吃饭了。哇，没想到优惠结束后还有这么多人光顾。你说的对，态度好一点，用心一点，少计较一点，生意自然就多一点。哥，你终于想通了。还有，你刚出院，要多吃一点啊。其实啊，真正操劳的人呢是优乐，你啊一天忙到晚，应该多吃一点，补充精力。对，这是你的最爱，鸡腿。这是我吩咐你大嫂准备的。哥啊，其实我对吃没有什么要求的，只要能填饱肚子就行了。不用特地准备一些我喜欢吃的。吃吧，这一餐呢是特地谢谢你的。幸亏那天你没给我钱，要不然一定输到脱裤了。那我怎么可能重振雄风呢？你还敢说？我的首饰啊都被你当光了。老婆，你别生气吧。我一拿到钱，马上去赎回来。我可以对天发誓了，以后呢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。大嫂，你就再给哥一次机会吧。我啊是看在优乐的份上呢，原来你最后一次了。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，你没嫁错人。来吃饭吧。哥，吃菜。谢谢。对了，优乐，你的房间我已经整理好了，你呀随时可以搬进去住。大嫂，不用了，你就继续租给别人吧。你不能永远当天使啊，让我和你大嫂做魔鬼。好吧，那你之前租多少，我照付就是了。你如果给房租，就把我们当外人了。自己人不要算得那么清楚。来来来，吃饭吧。你多吃一点。啊，脚终于可以伸直啊！哥，以前真的是委屈你了。别这么说。那这支棍子你收好。干嘛？万一有一天，如果我开始赌博的话，你就用这支棍子狠狠地打醒我，不用留情的。哥，我看到你能够振作起来，真的很开心。如果我能早点看你嫁人，我会更开心啊。
说真的，你和你那个富家子发展到什么程度了？什么我的？我跟他不是那种关系。那你们是什么关系？友达以上，恋情未满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还差一步。那还不容易。既然已经心动了，你就要赶快行动。可是他都没表示。他不动你动啦。有些男人就是这样的，不会采取主动的。当年也是你大嫂先出手，我才会栽在他手里的。真的啊？我跟你讲，好男人已经很少了，又帅又好的男人更加少。别再犹豫了。好，早点休息吧。嗯。求求你，只是多一点钱而已。你是一强的朋友啊？我是他以前的客户。我先走了。来吧，起来散散步，我扶你。怎么了？人。我知道，他不是你客户，对吗？他是谁呀？没关系，不想说就别说，当我没问。来，我扶你。怎么了？我儿子，对不起。我跟这个女人没什么的，当时我喝醉了，一时糊涂，我是被射箭的。这个女人不断的用这些照片来勒索我，我一不给她钱，她就来破坏我的家庭。黄一强，只要你能够站起来，我就带你回家。如果他接受治疗的话呢，肯定会康复。好了之后怎么办？你跟他和好，你现在回家。因为爱的认真，就会完整。原来失去才是每个人成长所必须要经历的过程。回忆从未曾变冷，亲爱的我，答应你们好好生活也算是一种责任。转过多少红灯绿灯，错过多少拥抱亲吻，等到最后才愿承认，原来留下